你好，我是阿力。昨天呢，我在社区里面已经预告了啊，今天将会跟大家讲一讲 Robinhood 刚刚上任1个月的美女 COO， 她谈到了关于增加 Robinhood 的外部钱包，方便呢用户呢将这个狗狗币转移出来。那么这部分内容将放在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还是要聊一下当前加密货币的这个大环境啊。那么很多人都说这几天呢将是币圈的腥风血雨的一个前夜啊，即将到来一场暴风雨。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探索一下，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暴风雨？那么之后我们该如何操作？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呢我在下次更新视频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币圈中流传的这几天将是这个暴风雨前夜的一些说法。那么我大概总结了一下一些观点，主要呢有以下3个方面的理由。那么第一呢，就是大陆的监管的政策啊还没有落地。第二呢，就是5月28号、29号有一些这个期权到期，比特币的期权到期。第三呢，就是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我们都知道，大陆监管层对加密货币的打击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这次的措施呢，就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啊，不让人民币流入加密货币市场。那么目前大家正在等待的这个政策呢，是有关加密货币挖矿的一些措施。那么到底会不会全面禁止挖矿？全面禁止挖矿之后，币圈是不是要进入新一轮的暴跌的行情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消息面啊。那么从5月18号开始啊，先是这个3个协会发公告提示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的风险啊，紧接着这个内蒙古发改委发布啊关于设立关于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举报平台的公告，紧接着呢，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称要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的行为。这一时间呢，这个加密货币的行业就风声鹤唳，币价暴跌，市场恐慌情绪蔓延。那么在全球的比特币挖矿网络中啊，中国矿工呢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剑桥大学新兴金融中心去年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啊，中国矿工的挖矿算力占到全球总挖矿算力的 65.08%。据了解啊，中国大陆的矿工主要是位于新疆、四川、内蒙古、云南等4个省份啊。那么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啊，很多矿工他们使用的电力呢是发电站赋予的电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电厂发的电呢很多时候是用不完的。而且最尴尬的是啊，这些电是没有办法储存下来的。当然有一些电厂呢会转换成能量，比如蓄水储能，但是很多电厂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很多挖矿的公司啊就利用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将矿场建在电厂的附近。一方面呢，挖矿是非常需要电力的；另一方面也是解决了电力富余浪费的这种尴尬局面。另外呢，还是帮当地解决了一些就业啊。那么综上所述呢，全面关停矿工啊有点不太现实，所以这个政策的落实呢，我认为会交给地方政府去解决。那么地方政府他们会综合评估利弊之后才会有一个定论。那么我个人认为啊，既然交给地方政府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就是默认存在了。当然呢，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政策到底是怎么说的啊。那么我在这里说的也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那么还有很多人说啊，即便是地方政府响应号召一刀切，全面关停各个大矿工，那么大陆的算力也不会因此而降低。那么原因呢，就是大矿工将会将这些矿机分散打散，那么成立各个家庭作坊挖矿。简而言之呢，赌呢是赌不住的，治水的这个诀窍呢应该是输而不是赌。那么这个道理啊，我认为他们是比我们这些人更加清楚的。还有人说啊，5月28日将会有19.5亿美元的期权到期，会对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呢去研究这个期权，比特币的期权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一回事。那么后来我发现这个期权呢跟期货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期权呢不会爆仓，所以看涨或者是看跌的这个期权双方他们不会花费巨大的这个力气去干爆对方。那么因为期权你顶多损失的就是这个期权费，而每一张的期权费呢是$40，所以我认为啊没有必要杀得你死我活的，所以说这个不会对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那么第3个理由呢，就是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已经被美股消化的差不多了，而且呢
昨天拜登政府还抛出来了一个6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这又是新一轮的大放水，所以至少在2022年年底之前不会再有这种加息的消息出来了。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大量的放水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池子去容纳而不是过多的去影响这种通胀率，让这个通胀率暴涨。那么这就需要币圈这个新兴的市场去消化这些钱，消化这些水。那么这也是美国监管层相对宽松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市场上流传的暴风雨可能到最后也只是一个传说。既然这样的话，也不会出现这个2017年的大反转。那么我个人觉得后市呢，还是以这个震荡为主啊。那么大家呢，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情况进行这个操作啊。那么我个人的思路呢，还是以长线为主。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狗狗币啊，Robinhood 的这个美女 COO 我们看这个图片啊，她昨天表示将会给用户机会呢，将加密货币转出去。那么这个钱包的功能，其实在他们之前 COO 就提到过了，而且呢 Robinhood 的这个用户的增长目前是遇到了瓶颈啊。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很多用户觉得我无法自由的转入或者转出我的币，所以大家呢都去 Coinbase 了。那么这两个软件呢，我个人呢都在用。总体来说呢，如果说刨除掉不能自由转币呢，我还是更加喜欢 Robinhood， 理由呢就是手续费便宜。虽然 Robinhood 它号称是免手续费但是这个仅仅是针对于股票，对于加密货币来说它这个说的免手续费是一个虚的。很多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就是每当你想买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总是比市场价会高一些，而每当你去卖币的时候这个价格呢会比市场会低一些，所以很多朋友想抄底的总是挂的这个价格明明已经到了，那么就是没有给你成交。那么原因呢，就是他们把手续费给算进去了，所以你下次再想抄底的时候挂的价格稍微比你的预期要高一点，这样的话你才会成交，对吧？那么 Coinbase 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手续费巨高，高达 4%， 就算呢你使用他们指定的这种合作的银行呢，也是要 1.5%， 这个手续费呢是买卖这个双向都要收取的哪怕是你要把这个币呢转换成 USDT 或者是 USDC， 手续费也是要的，也是很高。那么就体现在这个价格上了，跟 Robinhood 的方法是一样的。那么我说这两个软件的对比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Robinhood 一旦有了钱包这个功能那么它的受欢迎度将会超过 Coinbase， 那么反过来反向就会迫使 Coinbase 降低手续费，这对于在美国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么这两个软件在竞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把狗狗币当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噱头来进行宣传。我们之前也多次提到过，狗狗币呢它是自带流量，那么一拿出来就会大量的吸引眼球，这对于狗狗币的宣传来说就是锦上添花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不管这个暴风雨它来与不来，我们都要做好准备。那么风雨过后就是彩虹，让我们一起见证共同发财。 Peace。